这才是最客观的蜀汉五虎上将的武力排名。第一并非是五虎之首的关羽，武艺垫底的没有争议。那么这份排名究竟该怎么排呢？第5，黄忠。把黄忠排在最后一位，不是因为他武力弱，而是由于他年龄太大，在体力上可能比不过其他4虎。要知道黄忠出场时已经年过60，虽说能扛住关羽100回合，但最后还是马失前蹄，被关羽用拖刀计打落马下，说明其实力还是比关羽差一点。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黄忠再年轻个10岁，关羽未必是他的对手。话虽如此，但这就纯属于一种假设。其实有些武将年迈时期的武力值未必就一定比年轻时候弱，相反，身经百战后的他们武力上还有可能会有所提升，毕竟经验上更加老道了。因此黄忠在五虎将中只能屈居末位。第4，关羽。作为五虎之首，关羽力量强，爆发力高，3刀砍下去，对方非死即残。白马坡斩一流大将颜良时只需1刀就结束了战斗，简直就是天神下凡。而过五关斩六将更是突出其勇猛无敌。不过关羽身上也有其短板和不足，就是后发力以及防御力欠佳，后期被庞德射中手臂就是证明。另外在对战一流武将时，如果对方能在他的青龙偃月刀下撑到10回合，那么一般他就拿不下对方，而且拖的回合数越长，对他就越不利。比如袁绍手下大将纪灵，在扛住他3刀后，硬是又撑了30回合。这场战斗让武圣之威黯然失色。相比之下，张飞仅10个回合就解决了纪灵，斩将干脆利落，没有拖泥带水，所以猛张飞理应排在关羽之前。第3，马超。马超比较善于冲锋陷阵，他的追击能力极强，曾杀得曹操割须断袍，如同丧家之犬。比较厉害的单挑战绩是20回合败张合，100回合战平许褚，300回合战平张飞。不过在与张飞鏖战的过程中，他率先回马，使用铜锤偷袭，可能是因为打着打着有些底气不足，所以才不得不使用一些阴招。第2，张飞。张飞是三国中的单挑王，不论单挑谁都不曾落过下风，就连第一战力吕布对他也非常忌惮。在小沛之战中，双方打了100回合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再说曹操的顶级战力许褚，对张飞也是有所畏惧的。纵观这位虎痴的战绩，多次与张飞交手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，其中一次是夺路而走不敢恋战，最后一次竟直接被张飞一枪刺中肩膀，狼狈败逃。可见张飞的实力彪悍无比，不过论武将魅力，他还是比不过赵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赵云实在是太完美，可以说他是五虎中最完美的男人，一生从无败绩，也没有像关羽那样吃过苦。虽然没有与超一流武将交过手，但是其表现已经能足以说明其实力。长坂坡一战，他单枪匹马于几十万曹军中7进7出，最后斩杀曹操战将50余员，并成功突围，关键是还保护好了幼主阿斗。这种突围和作战能力，他说自己第2，吕布都未必敢称自己第1。汉水之战，黄忠领兵劫粮时不幸被曹军围困，危急时刻，赵云从天而降，杀入重围，一杆银枪如飘瑞雪，杀得张合和徐晃2人不敢靠近。最终曹操只能眼睁睁看着黄忠被救走，无奈地说了一句：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。再说晚年时期的赵云，虽然年过70，但却能创造连斩韩德父子5将的彪悍战绩，这在五虎中是独一份，所以赵云才是蜀汉五虎中的战力第1。对此大家认为呢？